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惠子。宝可梦每一座都会有相应的传说宝可梦。前一期我们讲了一下一般系的神兽，那么今天就来介绍一下冰系的神兽吧。一、极冻鸟。极冻鸟是冰系飞行系的宝可梦，它是第一世代登场的传说宝可梦，但是种族仅有580，准神的数值都比它高。设定上它飞过的地方会下雪，但它的特性却并没有降雪，因为摊上了冰系，就意味着极冻鸟不会太强，种族很低，特性白板。极冻鸟似乎除了颜值高，没有啥优点了。在动画中，它还是比较活跃的。在无印190集中，小智一行人在雪山上遇到了极冻鸟，在这集里有果神反弹极冻鸟绝招的名场面哦。在剧场版洛奇亚的爆弹中，极冻鸟也有出现，它和闪电鸟、火焰鸟互相争斗，之后在洛奇亚出现的时候，转而一起攻击洛奇亚。混乱中，极冻鸟还是他们之中唯一一只被重创的神兽。在小智等人拼命抢救出宝藏后，奏响了洛奇亚之歌，结束了纷争。三圣鸟回到了各自的岛屿。AG 134集中的登场的极冻鸟更没有牌面，它是对战工厂开拓头脑达拉的好朋友。小智向达拉发起挑战，达拉派出了极冻鸟，小智则召回了喷火龙。喷火龙在苦战之后用地球上头击败了极冻鸟，这也是小智宝可梦中第一次正面击败神兽的记录。动画中神兽与普通宝可梦不可逾越的差距，就因为这只极冻鸟迅速拉近。2、雷吉艾斯。雷吉艾斯是冰系的，种族值也只有580，但特防非常的高。虽说能力很一般，但是曾经有老外用弱侧切岩的策略，用雷吉艾斯打上了天梯2000分的高分。只能说没有弱的宝可梦，只有菜的训练家呀。雷吉艾斯身体由冰块构成，即使用火焰也无法融化。他在动画中表现很一般，前面的极冻鸟好歹没被人收服，到这里他直接被神代收服了。这还没完，他在 AG 189集中被派出对抗小智的皮卡丘。虽然他能用睡觉恢复体力，非常棘手，但是我们皮神爆发出最强的福特攻击，直接干掉了雷吉艾斯。雷吉艾斯的逼格瞬间拉闸。之后他在 DP 127集对抗雷吉奇卡斯也有出场，结果一下子就被人控制，着实有点丢人。在剧场版波岛的勇者卢卡利欧，他也有登场。他是保卫世界初始之树的宝可梦，结果实力不行，被路卡利欧几个波导弹打退。3、球雷姆。球雷姆在黑白的时候设定上是最强之龙，但搞笑的是它速度不快，耐久不高。利昂、露莎、拉迪欧斯等宝可梦甚至能先手直接秒杀它，什么最强之龙啊！而且它在第7世代之前是唯一一只在 UB 分级以下的一级神。最特殊的地方就是它能够和杰克罗姆或者莱西拉姆进行合体吧。不过黑暗球雷姆也是个笑话，沙包大的拳头居然无法击得冰冻拳这样的招式，上面都是根据游戏而言，但其实在动画中球雷姆的表现就非常不错了。在球雷姆 V 死圣剑士凯路迪欧剧场版中，他暴揍了还未成为圣剑士的凯路迪欧，至少出了一口游戏中打不过的恶气吧，并紧接着把来救援的洛凯迪欧3位前辈冰封住了，非常的不得了。在胡帕剧场版中，球雷姆被大胡帕召唤出来攻击小智，结果他是个猪队友，一发极冻光线都没命中小智一行人，却击中友军固拉多，这是我当时印象最深刻的一幕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仅有的3只冰系神兽啦，客观来讲就球雷姆是最强的啦。